在地球上开车讲究大路万千条，安全第一条。在火星上就变成了大路没一条，安全更重要。乌托邦平原南部这块地方，虽然一望无际、平坦开阔，但石块、小坑、沙丘比比皆是。在这种地方行车，不仅需要车技高超，更重要的是需要一辆具有18般武艺的好车。火星车的设计团队有2辆月球车的研制经历，其中玉兔2号已经在月球背面安全行驶了3年多。他们也为中国创下了同时有2个巡视器行驶在不同星球的记录。祝融号火星车比月球车个头大，但并不是月球车简单的放大版，它又练就了很多独特的本领。我们这次用了一个主动的悬架，可能是世界上首次的应用在地外的天体上。什么是主动悬架呢？简单的说，就像圆规可以通过调整夹角改变2个角之间的跨度，火星车2侧连接车体和车轮的摇臂调整夹角，能够改变轮间距离和车体的离地高度，最高可以让车底盘的高度离地半米，最低的时候车肚子可以贴地。其实火星车就是趴着来到火星的，当时它窝在进入舱里，趴在着陆平台上，直到降落火面才站直腰身。可别小瞧这个趴着的姿势，关键时刻可能管上大用。比如说遇到6个车轮全都发生比较严重的沉陷的情况下，我们有一种的方法就是让这个车体挨地，把6个车轮一块儿提起来，然后再重新再落下。这时候呢，就解决轮子沉陷的问题。当然，我是不希望这种极端的情况真正的用的。在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何况是火星。美国机遇号火星车就曾经陷到沙堆里，用了1个多月才脱困成功。而好奇号火星车曾经发生车轮破损，这些问题都是需要祝融号在设计之初就要想办法应对的。我们现在这个主动悬架呢，还有让整个这个车体抬升。如果要是发生极端的情况，假设有一个车轮坏了的情况，我们还可以把左右侧各抬起一个车轮，接着走。抬着轮子走，火星车的设计师脑洞可真够大的。不过这还不算完，祝融号还会向小动物学习，比如毛毛虫和大闸蟹。在行进中，如果发生某个车轮沉陷或是打滑空转，这时就能用上火星车的蠕动模式。前2轮不动，后4轮前进，车身拱起，然后后4轮不动，前2轮向前，降低车身，拉长轴距，看，像不像毛毛虫？至于大闸蟹嘛，它的特点就是横着走。火星车是6轮驱动，而且6个车轮都能转向。比如它来到一个特别大的石块面前，不用拐弯，只需要把车轮拧到同一个方向，就可以横着走，这叫蟹行功能。但其实这种遇到大石块的情况基本不存在，它是会提前绕开的。那什么情况下会用到呢？是爬坡。生活中我们有这样的经验，一个陡坡直着往上走很费力，但如果斜着上就会比较好走。以前有一篇课文讲的就是泰山的挑夫走之字形上山的故事。如果要是我们的越野车直接冲一个30度的坡，这个前轮把土壤破坏了，后轮和土壤之间的这种获得这种的驱动力的能力啊就会降低。我们这个蟹行呢，就可以让这个爬坡的时候6道车辙斜着坡上去，自然就都是接触新鲜的土壤，所以它爬坡的能力就会更强。
实际上是转到了合适的转向轮的一个角度之后，6道平行的车轮沿着这个坡道往上走，这个扶着力就很好了。从地面实验结果上看的话，30度坡我们也能爬上去。来源于劳动人民的智慧，运用到了2亿公里外的火星车上。虽然眼下走在平缓的开阔地上，说不定某天遇到了山坡，祝融号就真的会使用出蟹行的绝技。祝融号来到火星的时候，是火星北半球的夏季，阳光直射在火星北回归线上，而着陆点恰好也是在北回归线附近，光照充足，火星车能源充沛。测量到中午的时候，最高温度在0度以下，晚上最低温度零下90摄氏度左右。虽然是夏天，但还是挺冷的，所以保暖很重要。对火星车来说，就存在着一个开源节流来保温的问题。所谓的这个开源呢，可以看一下车的顶面有2个像双筒望远镜的装置，我们叫做极热器，或者叫极热窗。啥叫极热窗？说白了，就是在火星车背上开2个天窗，让太阳光能晒进来。此时，劳动人民的智慧再次焕发出光芒。利用蔬菜大棚的原理，极热窗窗口覆盖了一层透光率很高的薄膜，阳光可以透进来，但是热却不容易散出去。不仅如此，晒进来的阳光还要被存储起来。在极热窗下面是一种叫正11烷的材料，白天它被阳光照射吸热融化，到了夜晚温度降低，它逐渐凝固，把储存的热量再放出来。极热窗直接利用太阳能的效率可以达到80%。这样，火星车体内就有了个暖水袋。热源解决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保温。火星车上使用的产品是一个新的产品，叫纳米气凝胶隔热材料。装在舱板上，每块舱板都有就相当于把里面的东西给包起来。纳米气凝胶材料密度非常小，1升水重1000克，同样体积的纳米气凝胶仅重20-30克。把1块纳米气凝胶放在文竹的叶子上，柔弱的文竹都能把它支撑起来。气凝胶呢是一种有纳米颗粒相互连接形成的一种三维网络结构，一个体积里99.8%全是空气，只有0.2%才是固体材料。它有这么的一个特点，一个是特别轻一个就是孔隙率很高，最重要的功能呢就是隔热。我们再来看看它的隔热效果。隔着纳米气凝胶板，用喷枪的火焰烤鸡蛋，鸡蛋竟然安然无恙。而相同厚度的铁板上，鸡蛋已经熟了。纳米气凝胶材料可以加工成任意的形状，所以火星车相当于穿上了一件保暖内衣。老话说，饱拿干粮热带衣。中国跑得最远的探测器衣服是带够了，那它的干粮呢？火星上的光照强度仅仅是地球附近的1/3，火星车的太阳能板比月球车的大2倍。但是火星有大气，有大气就会有风，有风，空气里就会有尘土，有尘土就会落到太阳能板上，土落多了就会影响发电。何况火星上还会有沙尘天气。机遇号火星车就是在2018年6月的沙尘暴之后失联的。入乡随俗，祝融号的身上也落上了火星灰尘。我们的太阳电池片上现在使用了一种新的技术，叫做除尘涂层的一种技术，就是我们在电池片上镀了一层膜，类似于咱们夏天的荷叶，
下雨的天啊，然后荷叶的表面积累水珠越来越大，但是呢，它和荷叶之间不会发生浸润。微风浮动，荷叶摇摆，水珠呢比较容易掉落了。通过减少尘埃附着的这种接触面积，导致它更容易滑落。如果要是太阳电池片上有很多尘埃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太阳翼竖起来，这个灰尘就容易落下来。真不知道火星车上的黑科技究竟还有多少。恰恰是航天这样的尖端科学研究，会引领带动整个国家科技水平的进步。或许不久之后，你家的汽车也会使用上这种不落灰尘的表面材料，从而省去了很多排队洗车的烦恼。或许电动汽车的电池包上纳米气凝胶材料，冬天的续航能力就不再打折扣了。第一次飞行器飞上太空的时候，我们可能无法想象，今天我们已经离不开卫星了。生活中的天气预报，我们的手机通信、导航、开车，实际上新的技术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让我们回到火星，看看祝融号新的家园。它将永远驻留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科学家推测，在火星表面曾经有过海洋，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可能是这颗星球过往的样态。我们这个着陆点啊，在那伊势湖海洋的附近，有点像我们的滨海带。我们有没有可能能找到古海洋存在的证据？我们往南走，如果我们能走几十公里的话，我们有可能能穿过海岸线。往南走，这是科学家给出的前进方向。虽然火星车的设计时速可以达到200米，但是真的在火星上走起来，还是要小心谨慎。在火星车的车头和车尾各有一对避障相机。与桅杆上的地形导航相机不同的是，避障相机主要观察车轮前后比较近的地方，而且还是宽视角的鱼眼镜头。火星车行进需要3个步骤：首先拍照感知周围环境，并把图像传回地球。地面根据双目成像照片还原3维地形，确定行驶目标，做出路径规划，之后发送指令程序。火星车按照指令出发，行驶到目标点，完成一个行驶周期的工作。看上去不复杂，但真正实施起来却很漫长，因为通信是个瓶颈。火星车依靠环绕器承担数据二传手工作，可是环绕器并不是随时能跟火星车联系上，它们之间沟通最高效的时刻是在白天环绕器飞越轨道近火点的时候。此时，环绕器向火星车传达地球发出的指令，火星车利用柱状天线将拍摄的照片、探测的数据快速上传给环绕器，但是每次通信时间仅10分钟，而且环绕器每8个多小时才会飞过近火点上空。随着火星自转到夜晚，火星车头顶的天空对应的是环绕器的远火弧段。它还有一次利用 X 频段小郭天线的窗口。小郭天线瞄准近万公里外的环绕器，发送数据。这样算下来，地面与火星车之间的沟通，只能抓住每天这宝贵的2次机会。不过没关系，火星车有一个聪明的头脑，设计师们给它设定了2种行驶模式：盲走模式和自主规划模式。所谓盲走，就是地面已经规划好路线，火星车闭着眼走都行。第2种自主规划移动方式，火星车它就是睁着眼睛走路了，它基本上是在每行走1米左右距离的时候，利用它的避障相机拍一下它行走方向上的地形。
火星车把拍到的图像迅速进行网格化处理，然后开始路径规划。它会同时选出15条路。根据这15条路径，我每条都去算，这条路径通过率是多少，把15条路径的陪战指标求出来，最大的那个我认为是可以通过的。从采集图像到输出这个路径规划，大概在60秒左右，1分钟左右。这样一来，火星车行走的效率就提高了很多。每次他拍照传回来之后，驾驶团队帮他规划出一条路线，然后再给他指定一个目的地。火星车先按照规划路线行驶，然后再按照自己选的路径，绕过小坑，躲过石块，一步一步走向目标。我们走过的这些地形，绝大多数是属于土壤，掺杂着各种各样的碎石，这个就像我们戈壁滩一样，这种感觉比较硬。在火星上压过去之后，有些地方甚至没有明显的车辙。虽然车辙不是很明显，但是上面却有精心的设计。仔细查看车辙，你会发现，每隔不远，车辙里面就藏着一个汉字，这是“中”字。不管是咱们家里面的车，还是我们这个火星车，如果要是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发生车轮转了很多圈，但是它不往前走，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意味着危险来临了。所以设计师特意在最后的车轮上增加了这个“中”字，这样通过测量2个记号之间的距离，就能知道车轮是否出现空转或滑移的现象。中国的火星车在火星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一路向南，6月26日，火星车来到了它前进方向上的第一个沙丘，停在了距离沙丘6米远的地方，仔细端详。这个沙丘东西长40米，高0.6米。在沙丘前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石块，其中正对着火星车的那块宽0.34米。沙丘上的沙子均匀细密。火星车前部的表面成分探测仪要对沙丘进行探测，这是一套组合拳。首先发射一束高能激光打在沙丘上，瞬间将沙粒气化。光谱仪立刻捕捉到形成气化物质元素的光谱信息。这些信息作为科学数据传回地面后，科学家就能分析出沙子是由哪些元素构成的，含量是多少。我们过去认为这个沙子可能应该是像地球的沙子一样的成分，但看来我过去的认识是错的。火星表面就不是地球沙子成分，此沙子非彼沙子也。在探测完沙丘之后，火星车继续前进。它从沙丘东侧绕过，在沙丘南侧又环拍了一幅照片。沙丘的背面清楚地显现出来了。测量得知沙丘宽8米，南侧比北侧要陡，说明北侧是迎风面。火星车前方不远处有一些形状怪异的石块。更远的地方，可以看见背罩和降落伞。拍照时，火星车这个地方距离着陆点直线距离约210米，距离背罩和降落伞还有130米。7月12日，火星车走完了这130米，去看望这2位陪伴他来到火星的战友，并在夕阳中拍摄了这张照片。照片中原本银白色的背罩已经变得黝黑，这是经过了烈焰的锤炼，是他英勇挑战火星大气的证明。如今他和降落伞完成使命，静静地睡在火星表面，成为一座见证人类火星探索历史的丰碑。火星车继续向南探索，它的设计寿命是90个火星日。8月15日，这一天来临了，
它已经累计行驶889米。所有科学仪器开机探测，共获得约10GB 的原始数据，圆满完成任务。但它并不会退休，而是继续探索。今后的每一天都算加班。继续再向南走，一个是会有更多的沙丘需要经过，地形会在不断的升高。还有呢，就是撞击坑的密度可能也会更多。这周围其实有很多有意思的地貌类型，像这个最南边的这种疑似的泥火山，咱们主要的方向就是往这边去探测来。像这种新兴的撞击坑，还有这个沟槽啊，有可能出入一些地层的。距离着陆点南边大概2.7公里左右，有一个沟槽。如果它有一些沉积的分层结构的话呢，很有可能在这个断面上能够看得到。通过它的这个分层，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每一层的物质成分，整个形成的过程，甚至它的物质的来源，也比较深入的认识。此时，火星车距离着陆地点越走越远，火星与地球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即将达到4亿公里。2021年9月初，每天傍晚，火星都会紧随着太阳从地平线落下。再过1个月，它将躲藏在太阳的后面。天问1号很快就要进入日凌。这时候呢，无线电通讯会被太阳的辐射的这个能量湮灭掉，所以我们就跟探测器是没法进行通讯的。这个过程大约要1个月左右。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其实就是怕没遥测的时候，没遥测的时候你不论你指令能不能上去，我就压根就不知道你还活着还是死了。当太阳、地球和火星形成的夹角小于3度的时候，地球与火星之间的无线电信号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干扰。所以安全起见，火星车进入休假状态，环绕器也设置为自主工作模式。虽然探测器可以休假了，但是地面测控系统却一刻没有间断对探测器的跟踪。佳木斯、喀什、阿根廷3个深空站接力通信。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京航天飞控中心研判探测器的应答信息。随着太阳、地球、火星之间的夹角越来越小，太阳电磁辐射的干扰逐渐加强。体现在下行的信号上面呢，实际上就是看到这个信号噪声增大，那么信号的乌码增大，这是一开始。后来呢，更恶劣的时候呢，就是出现这个天线无法锁定信号，这个时候就是完全无法获得这个下传信息了。深空天线从嘈杂的电磁波中仔细搜寻分辨天问1号的信号。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航天测控团队第一次获得了应对日凌现象的经验。11长假刚开始，天问1号失联了。信号真正消失或者说是无法解除，就到了1度或者比1度更低的时候。信号最差的是在10月8号、9号左右的时候，出日凌呢就在这个10月10几号，13、14号。天问1号结束日凌假期，火星车继续前进，环绕器继续通信中转。但这并不是环绕器的全部工作，它还有自己的科学探测任务。11月8日，环绕器将原火点的轨道高度降低到1.07万公里，进入科学探测轨道。周期从8.2小时调整为7.08小时，每个火星日运行约3.47圈。这就意味着每天飞过近火点的时候，不再保持在着陆区上空，而是会经过不同的地方。实际上它是需要我们的轨道器，通过漂移的方法把中分辨率相机做一次这个全火的覆盖。11月9日，
环绕器上展开了一根3米长的金色生杆，这是磁强剂。紧接着又长出了4根长杆，垂直方向的2根长4.5米，水平方向2根各长5米。这是次表层探测雷达的天线。它们将和另外几台仪器一道，开展火星全球性和综合性的科学探测。高分相机会重点关注陨石坑、火山、峡谷、干涸河床等典型地貌，而中分辨率相机要用大约200天的时间，实现对火星表面的全覆盖，获得火星全球图。天问1号总是惊喜不断。2022年的第1天，一张环绕器的自拍照传遍世界。此前，环绕器在飞过火星北极上空时，距离火星表面大约800公里处，将另一台分离相机释放出来，拍下人类第1张火星探测器与火星的合影。2022年3月9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批准了22个天问1号着陆区及附近的地理实体命名。这是中国首次自主对火星地理实体的命名。3月11日，美国火星勘测轨道器拍摄到祝融号和它行驶过的印记。此前，在3月7日，天问1号环绕器的高分相机也拍到了在杰泽罗撞击坑中的美国毅力号火星车。人类派到遥远火星的2个小家伙，在相隔1800多公里的地方，都在努力地工作着。可以想见，在不久的未来，天问1号还将源源不断地传回最新的火星探测信息，为我们勾勒出更加立体的新鲜的火星图景。中国的深空探测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茫茫宇宙，浩瀚太空，还有着数不尽的未知等待着我们去求索。人类拓展视野的步伐永远不会停歇。记录这一步步成就的历史记忆，也将永远是未完待续。